醒！东郎，你醒醒！东郎，我还有好多话没告诉你呢，东郎。东郎，东郎，东郎！东郎，这本王还没死呢，都快被你打死了。你吓死我了！我还以为你要死了呢。珍珠，你刚刚说的什么心意啊？你都还没告诉本王呢。没什么，东郎听错了。唉，早知道我干脆混得久一点好了。东郎，你受伤了吗？你哪儿受伤了？啊？珍珠，我真的应该感谢那些刺客，不然怎么会知道你这么关心本王呢？东郎，你净瞎说。我们是不是得赶紧起来找路啊？不然一会儿就天黑了。这边山势险峻，下来容易，上去难。刺客追来了，尽快离开这儿。好，来，走。这边。不对啊，东郎，我们刚刚好像也经过这儿了。现在天色这么晚了，咱们再这么胡乱走下去，恐怕真的就迷路了。不然我们就在这儿休息一下，等天亮了，我们再找出路吧。好。走。东郎，这什么都没有，看样子应该有一阵子没人住了。好歹有个落脚的地方了。东郎，这有2身粗布衣裳，可是……没事没事，本王正好想试一试平常人家的打扮。来，伺候本王更衣。算了，本王还是自己伺候自己吧。等一下，我们还是各自转过身来换吧。沈珍珠，你可是本王明媒正娶回来的。那这样吧，为了公平起见，我数到3，咱俩同时转身。好。1、2、3。东郎，你怎么说话不算话呢？我们明明说好了一起转身的嘛。好，好，好，不看了，我不看了，咱们俩一起转身，好吧？一起转身。
东郎穿上这身衣裳，还真是像在地里干农活的人。你不也一样吗？像是给地里干活的相公，做饭带小孩的小农妇呢。真没想到，东郎还会有这么窘迫的日子。本王也从来没有想过，这辈子竟然还能过上这种平凡、恬静的小日子。来，坐下。想不到，我们从山崖上摔下来，竟然还可以活着，共同度过这样的一个夜晚。珍珠，你总是让本王琢磨不透。一开始，你不情不愿地嫁给了本王。任凭本王怎样的付出，你都不肯接受。后来，你一面向本王示好，一面又想尽各种办法来躲避本王，让本王一度以为你就是为了想要当上王妃，而故意接近本王的势利女人。可今天，你又舍命救了本王。珍珠，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东郎想知道是为什么吗？我不愿意接受东郎，是因为我一直在找我的心上人。你不用反复地提醒本王，本王清楚得很。但是东郎不知道，我曾经许下过诺言，这辈子非他不嫁。在这个世上，没有任何人能够取代他在我心中的位置。你最好期待你这个心上人不要出现在本王面前，否则本王一定要让他知道，敢跟本王抢女人，要付出怎样的代价。东郎此话当真吗？你非要这样戏弄本王，你才开心吗？那东郎想知道他是谁吗？东郎曾经跟我说过，10年前救过一个落水的小女孩，是在太湖龙舟节吗？哎呦，您看这地儿这么乱，您就别难为小奴了，咱们还是赶紧回去吧。我说殿下呀，我说了，以后不准叫我。少爷，少爷，少爷，少爷。当初那个小女孩，如今已经长大了。那个女孩，是你？那个女孩曾经许下诺言，除非遇到在太湖救她的恩人，否则此生不嫁。我当初进王府，确实是因为家变，也是因为当初的那个诺言，不肯对东郎付出真心。但是东郎对我的好，珍珠并非不知道。我亦因东郎而动摇，又恨自己守不住初心。可是直到那一天，在温泉，我才发现，原来天涯海角找的恩人，此刻就在眼前。
我才发现过去的自己是多么的傻。你一直念念不忘的，此生非他不嫁的男人，就是本王。我不是在做梦吗？只因当初遇见一瞬间，命运从此转一圈。相聚前感情线，偏偏天不遂人愿。如果不是匆匆的离别，怎会拼命想再见？可一路太艰险，不巧我们都沦陷。漫长的思念回荡在心间，像万语千言不停催我渡向明天。多想念，多想念，你听不见。多少次想要就此生无可恋，别纠结。多少问，多少怨，缠绕多少遍。遇见你一刻，才知初心不见。珍珠，东郎，你醒了。这大清早的，为什么在这发呆啊？我终于找到了一生所托，爹娘在天之灵，也一定会为我高兴的。你现在已经有我了，我以后会好好照顾你的，傻丫头。东郎，我一直认为我爹娘的死不是流口所为，我想这背后一定另有阴谋。你一定是压力太大，所以想的太多了。这件事情，官府不早就结案了吗？连东郎也不相信我吗？如果真的是流口所为，为何家中的财物会分毫不少呢？珍珠，或许凶手是为了某一个东西而来，比如说沈家有什么特殊的东西。特殊的东西？我听说最近有人一直在寻找一个跟云南独孤家有关的东西，或许你爹的死跟这个东西有关。你知不知道他们在找什么？我想我家中应该没有什么特殊的东西。那你爹平时有没有不让其他人动的东西？或者家中有没有藏东西的暗格？我家有一间很小的密室，可是我在那儿什么也没有发现。那你对云南独孤家知道些什么吗？云南独孤家？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云南独孤家，更别说把他们跟我们家扯上关系了。东郎，是不是要查清楚云南独孤家的事，就可以查出杀害我沈家背后的凶手？别多想了，这些都是我的推测而已。若我沈家血案背后另有阴谋，怕是也难以查明真凶了。珍珠，这件事情你就交给我吧。
我会想办法查清楚的。谢谢你，东郎。东郎，我们是不是也该找找回去的路了？这个不急，我想跟你多待一会儿。我曾想过这样的生活：桃源结庐，远离纷争，安静悠然。原本我以为这只会出现在梦里。我也好想这样。还不忘？你看看你这张脸，脏得跟小花猫一样。还说我呢？你也是。我脸上也有吗？当然了，我帮你擦擦。好了，擦干净了。鱼马上就好了，吃完了我们就可以上路了。真没想到，我还能吃上东郎烤的鱼。你不是还吃过我烤的兔子吗？那不是风声一烤的吗？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的，这些都是我教他的。东郎，你肩膀上好像有个虫子。虫子？好像是个蜘蛛。什么？蜘蛛？哦，哎，快帮我弄掉它，弄掉！快帮我打，快打掉它，快！喂！不要再笑了，你就当刚刚的事情完全没有发生过。不是叫你不要笑了吗？哦，我只是没想到东郎还有怕的东西呢，而且还是一只蜘蛛。珍珠，这可是我们俩之间的一个小秘密，你不能跟任何人说。那好吧，那就算我跟东郎有了第一个共同的秘密。
你们要的是本王，直接抓本王就是了，放了他。殿下。 殿下，属下救驾来迟，还请殿下责罚。殿下，你没事吧？你没事就好。殿下，已经换阳死士。怎么会呢？内妃龙使误会了。这几个人分明就是死士。殿下，按大唐法，这可是要当猪的。你们干什么？殿下，他们留不得。殿下，贺灵一这次做得对，留下他们后患无穷。算了吧，你们都起来吧。谢殿下，谢殿下。谢殿下。珍珠，内妃龙使今日救了本王一命，本王本应好好谢谢他们，但怎奈他们知道的太多了。今日所有死去的内妃龙使，都可以怨恨本王。 倘若泉下有知，本王愿意承受一切的责罚，但这一切都与他人无关。珍珠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太过于残忍了？东郎，那些内妃龙使又有何罪呢？若不是他们及时赶来，恐怕我们早就遭那些刺客毒手了。贺灵一这么做，也着实是为本王考虑。那你怎么能如此？那也是好几条人命了，你就不怕遭报应吗？我已经说过，倘若有报应的话，就尽管冲着我来好了。珍珠，你可知道，对于皇家子孙来说，豢养死士那是灭门死罪。内妃龙使是皇爷爷的贴身侍卫，他们现在知道了事情的一切，你知道后果有多严重吗？如果此事传出去，整个广平王府上百条人命都将不保，甚至连父王和檀儿都会受到牵连。我实在是不敢冒这个险。怎么会呢？东郎始终是陛下最疼爱的皇孙，即便事情传出去，也不至于。正因为我是皇孙，所以才更不能走错一步。身在权力漩涡的中央，你知道有多少人在盯着我们看吗？稍有不慎，便万劫不复。我也是身不由己。皇爷，初儿，听说你受了点伤，没事吧？托皇爷洪福，初儿这次有惊无险，只不过受了点小伤，不碍事。啊，好，平安就好啊。好，坐下来，咱们慢慢聊。莫非广平王有死事相助？
陛下，臣的意思是，广平王果然鸿福齐天。此次刺客十几名，一路追杀殿下，殿下却能全身而退，此乃万幸。臣只是有些疑惑，刺客凶残，连派出去的内妃龙使都全部被杀，殿下还能安然无恙？杨相国，本王才刚回宫，还没来得及向皇爷爷汇报详情，杨相国是如何知道这内妃龙使全部战死的消息？杨相国消息如此灵通，着实让本王佩服。莫非杨相国认识这些刺客？殿下真会说笑。臣只是见殿下平安的归来，内妃龙使无一人回来复命，推测而已，推测而已。原来如此，皇爷爷，内妃龙使忠心护驾，誓死保护孙儿和珍珠的安全，但这些刺客的手段实在太狠毒。内妃龙使保护孙儿冲出包围，一个个不惜用自己的身体挡在孙儿前面，刺客的刀剑也全部挡在了他们的胸口和背膛之上。皇爷，孙儿恳请您，可以厚葬那些为救孙儿而死的内妃龙使。孙儿只能以这种方式来聊表对他们的感激之情。内妃龙使尽忠职守，应当获此对待。楚儿，你起来吧。多谢皇爷爷恩典。广平王殿下果真是重情重义。杨相国，如果本王没有记错的话，这京畿重地的安全问题，一直是由您来亲自负责。但这次，刺客却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混进京城，行刺本王。看样子，近日的京城有疏于防范贼寇。陛下，刺客之事是臣的失职，臣必定竭尽全力彻查此案，将功补过，给广平王一个交代。好，此事就交由你去查办吧。广平王的戏唱得好啊！哪里哪里，如何能比得上杨相国一人自唱自圆呢？啊，对了，本王的安危，以后可都要倚靠大人了。殿下，这次又让他逃过一劫。只可惜这些刺客都是从江湖上雇来的，他们根本没有留下任何证据可以让我们查到杨相国的头上。杨国忠这次对殿下狠下杀手，看来殿下的行动他已经有所察觉。难不成是李大人？李大人绝不屑与杨国忠为伍，不可乱加猜测。原来那杨国忠的耳目众多，是我们疏忽了，索性就挑破了，府中的戏也不要再演了。珍珠怎么样了？殿下放心，早已将沈孺仁送回王府休息了。好。没想到杨国忠这次竟敢真的对殿下下手，以前他再猖狂，也只敢在暗中捣鬼。这次这么大动作，他到底想干什么？
恐怕杨国忠这次是冲着名册来的吧？殿下，这本名册真的这么重要吗？这名册上面全都是朝中反对杨国忠的官员。如果我们可以把他们集结在一起，便是一股不小的势力。杨国忠当然害怕了。如果本王可以得到这批大臣的支持，再加上本王还有大哥相助，想要扳倒杨国忠，就又多了一重胜算。对了，本王托大哥找的人有消息了吗？暂时还没有，但葛勒可汗已经亲自带人去寻找了。既然这样，我们就从名册开始吧。从明日起，你们就随本王，逐一去拜访名册上的人。是。殿下，你们先下去吧。是。是。珍珠，你怎么来了？东郎，我刚刚做了一个关于你的噩梦，不太好。傻瓜，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我知道这虽然是个梦，但是既然杨国忠想杀你，有第一次，就很有可能还有第二次。这次我们能够死里逃生，但不代表每次我们都能这么幸运。身在王室，云波诡谲，争斗不休。我从小被暗杀到大，都没有被他们杀掉，我命大着呢。我正在想办法召集朝中反对杨国忠的清流官员，想联合他们一起对抗杨国忠。只要除掉了杨国忠，就再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。更何况，你忘了，我还有死士相护，不会有事的。这次也真是多亏了他们能够及时出现。只是那何灵一，我看他平日里照顾王府起居很周到，我真没想到，他居然也是东郎的死士。他很早就跟在我的身边。那时候大河决堤，洪水冲走了他们整个村子，只有他一个人孤零零地活了下来，来到了长安。我见他身世可怜，便将他带了回来。这么多年，他一直对我忠心耿耿。可我觉得何灵一对东郎，不像主仆情分这么简单。她终究是个女人，东郎不是不知道。你不说我都忘了，她也是个女人。这些年来，我只是把何灵一当作自己的死士，如此而已。珍珠，你该不会是吃醋了吧？才不是呢，我只是感叹，世上的男子竟都这般无情。只要我的无情永远不会针对你就够了。走，我们出去透透气。好。东郎，自从雅砾回来，有句话我一直想问。什么话？东郎为什么要养死士呢？如今奸臣当道，太子废立不过圣上一句话而已。想当初，陛下一日杀了我3个皇叔，何其凉薄！皇家的亲情，有时甚至抵不过外戚强臣的一句挑唆。我们若没有一点自保能力，早就被人刮得肉都不剩了。只是这样而已吗？东郎是否志在朝野？既然我身为皇家子嗣，自然是有所求的。不过你放心，若我有半点差池，一定会想方设法护你周全。
这句话，我从未对任何人说起过。但今天我把它告诉你，你可知它的分量？有句话，我也想对东郎说：我自嫁你，自然是你荣我荣，你损我损。将军，这就是那个耍杂耍的。你有没有脑子？你把人弄死了，我还怎么查？怎么审？对不起，父亲，是人夜里翻墙进来，被孩儿发现了，要拼死抵抗。孩儿眼见他要逃走，一恼便把他杀了。当时没有细想。你也就带个兵打个仗，你这个没脑子的东西！将军息怒，查个人都查不清楚。将军息怒，将军是小的不好，小的本以为他的杂耍有趣儿，结果来给将军和娘娘解闷儿，没想到是引狼入室。将军息怒。啊，对了，他是东街口那个茶馆请过来的，会不会是那个茶馆有什么问题？你没听见吗？还不马上带人去把茶馆给他围起来，里面每一个人给我查清楚啊！是。你这没用的东西，我抽死你！将军恕罪，将军恕罪。那茶馆掌柜是个练家子，孩儿带人进去之后拼死抵抗，见逃不出去，自尽了。孩儿没有拦住，其余的伙计都抓起来了，再审。但在孩儿看，他们不过是下头干活的。对了，在那掌柜的床底下搜出了账本，还有几封书函。父亲看这处，这个和沈家出事时珍珠找到的玉哨上的客服一模一样，孩儿记得很清楚。查老子的毕竟是京中的人，这也没什么奇怪的。这些书函看不出背后是什么人干的。将军，启禀将军，那些伙计都审得只剩半口气儿了，还是什么都不知道。只一个伙计说，曾无意听到掌柜和那探子说话，提到过殿下。殿下，李处，一定是李处。沈家血案的凶手，竟然是李处。这就有意思了。站住！去哪儿？长安？也得看你出不出得了这个门。小子，你想干什么？你想成事，你就先得学会忍。首先，别让人看出你的意图。不想再让老子把你关上个半年，你就得按老子的意思来。给京中去个信，把这个消息先告诉沈珍珠。是。相爷，手下刚刚收到消息，广平王最近正积极在各大臣之中走动。都是些什么人？大部分都是曾经和相爷政见不合的官员。看来他已经开始拉拢花名册上的人了。啊？好啊，那我就等着他帮我把这些多年的老朋友都给揪出来。啊？启奏陛下，近日朝中有数名官员勾结吐蕃，通敌卖国，经大理寺审理，证据确凿，臣已将他们全部押入大牢。竟然有人胆敢卖国求荣，实在可恨。杨爱卿，
此事你办得好，正解朕心头之恨呐！陛下，臣还有一事启奏。你说，勾结吐蕃的反臣还供出一名主谋，吴兴太守沈义直。经查，沈家灭门一案，正是因沈义直私通吐蕃，与同谋利益分配不均所致。此事属实？完全属实。陛下，沈义直罪大恶极，他人虽已死，但罪行不可豁免。臣恳请陛下将沈义直警示天下，以儆效尤。陛下，沈义直私通吐蕃一事并无确凿证据，而沈义直生前为官清廉，恪尽职守，臣孙以为其中必有冤情，恳请陛下给臣孙一些时间，臣孙必定查明真相，还沈义直一个清白。既然你如此肯定，朕就让你去查。若是你查不出真凭实据，就按杨爱卿说的，以儆效尤。谢陛下。儿臣拜见父王。情形如何？杨国忠，儿臣刚刚拜访的那些大臣，竟然全都被他陷害了。那就说明你的行踪，他已经了如指掌。他不单单知道我的行踪，甚至连我做什么，他都会提前知道。难道我们身边有他的耳目？珠儿，以你现在的能力，先不要跟他作对。杨国忠老谋深算，根基很深。你现在必须先求自保。父王，难道我们不跟他作对，他就不会把刀伸向我们吗？听姑一句话，首先你把这个崔彩萍册立为正妃，以此来缓和我们太子府和杨国忠之间的关系。等到这个事情缓和了，我们再找机会，再做考虑。啊，对了，沈珍珠，很多的事情是因他而起，此人已毫无用处，该舍就得舍。此事绝不可能。珍珠乃我此生所爱，不管遇到任何困难，我都不会舍弃他。你怎么了？父王的话你都不听了吗？孩儿不敢。那你告诉我你心里怎么想的？孩儿只是不屑向杨国忠那奸贼低头。如今他在暗中笼络永王，欲拥立永王作为太子。如果我们在此时退让，正是给了他一个继续壮大的机会。行了，不要再说了。现在东宫已经岌岌可危了。进也不是，退也不是，如何是好？沈珍珠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到底给殿下下什么迷药了？殿下都不带你去避暑山庄了，你居然让他半路跑了，把我一个人撂在那儿。你不会以为你这样就又能笼络住殿下的心了吧？我告诉你，王妃之位肯定是我的。咱们走着瞧。
这是我们沈家祖上留下的护身符，你把它放在身边，好好带着，爹保你入选。云南独孤奖。殿下，什么事？殿下，格洛可汗传来消息，找到东泽部出没的地方了。他人在哪里？回殿下，就在京城郡内。好，明日就跟本王一起，动身前往金城郡。这次，一定要把东泽部这只老狐狸给抓住。哎呀，香，实在是香啊，真香啊！小老儿1年没有尝到这个味道了。丫头啊，你那个如意郎君怎么没有和你一起来呀？老人家，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？万事通嘛，万事都得通，要不然你还来找我干什么呀？啊？那您当日可真是瞒得我好苦啊！我可没瞒啊，说好的，一坛醉仙酿，回答一个问题。小老儿当时看着你们2个也是急在心里头啊，可小老儿的规矩不能破呀。况且，若是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此乃天机呀！哎，丫头，今天你来又问什么问题啊？难不成你还有一个如意郎君的下落没有找着吗？啊！老人家，你要是再取笑我，就不跟你酒喝了。哎，别，好，今天你想问什么，尽管问啊！前辈，您知道谁是害我们沈家的凶手吗？哎呀，看来小老儿的招牌今天要砸喽！怎么，连前辈都不知道吗？丫头啊，不是我不想帮你呀，实不相瞒，小老儿已经隐退许久了，只知前世，不通近世了。丫头，咱们还是换一个别的问题问吧。啊！那前辈总应该知道，我们沈家和云南独孤家有什么渊源吧？这是独孤家的麒麟令，数代以前，沈家曾救过独孤家，富甲天下，并且坐拥兵权的独孤家，为了报恩，送给沈家一个信物，承诺凭借这个信物，方可号令独孤家去做任何一件事情。独孤家在云南的势力，想必你还不十分的了解。
哎，我听说最近有人在四处寻找一个跟云南独孤家有关的东西，或许你爹的死跟这个东西有关。那我沈家之所以被灭门，就是因为有人要找这个信物吗？姑娘，一个问题已经过了啊，剩下的答案就需要你自己去寻喽。啊，对了，你刚才来的时候好像是被人盯上了，你待会儿下山自己要小心喽啊！去吧去吧。多谢前辈。好，去吧去吧去吧。夫人，是你？你跟着我干什么？夫人不去茶楼，卑职有消息也无法通知给夫人，所以只好跟随夫人，找个机会跟夫人说上话了。我最近没有什么情报要跟你交换。无妨，夫人只当是先欠着。你要告诉我什么？我们查到了玉哨客服的主人，正是广平王。你说什么？你可有证据吗？这证据嘛，自然只能由夫人自己去查证了。夫人就在其身边，想要查证自然容易。卑职先行告辞。安禄山这回一反常态，主动给我消息，实在古怪。沈珍珠，不能信。安禄山知道殿下一直在针对他，这是故意挑唆，不要信。拜见沈主任。东郎，你去哪里了？这么晚才回来？我觉得有点闷，所以在街上随便逛了逛。以后出门一定要让丫鬟随从跟着你，不准再一个人出府了。东郎，这是在等我吗？本王要去金城郡几日，明日就要出发，不然你就随我们一起去吧。为何突然要去金城郡啊？金城郡太守库君遇刺身亡，本王身兼刑部职责，理应前去处理。你不是正好闲赋立闷吗？你就当是陪着本王出去散心了。珍珠，本王这不是在问你，而是在命令你，你可不能拒绝本王啊。好，听你的。殿下，属下不明白，我们此行去金城郡是为了抓捕东泽部，可能随时会遇到危险，为什么还要带上沈主任？本王是担心府中关于沈一直的风言风语会传到珍珠耳中，怕她听到后难过，倒不如让她跟在本王的身边，这样才是最安心的。希望我们这次能抓住东泽部，等从他那找到杨国忠勾结吐蕃的证据，就可以扳倒杨国忠了。到时候，沈一直的冤屈自然也就洗清了。这也正是本王所想，但路上你们绝不可掉以轻心，一定要保护好珍珠的安全。是。微臣金城郡副手陈州，恭迎广平王殿下。快免礼吧。谢殿下。啊，拜见王妃。今日能有幸得见王妃，实乃微臣的荣幸。陈大人，你误会了，我只是殿下的孺人，并不是王妃。你快免礼吧。这有什么关系呢？早晚都会是的。时辰不早了，殿下娘娘还请进城。
板娘，好特别的哎香味。呀，老板娘，您可回来了！您要再不回来呀，我可要去官府报案去了。你认错人了吧？哦，像，真的像。姑娘，对不住了，刚才老眼昏花，一时认错人了。没关系。你们老板娘真跟我家小姐有这么像吗？看正脸啊，没有十分的像，只是要看姑娘的身形和侧脸，真真的有7、8分像了。姑娘勿怪啊，二位是来买酒的吧？老朽这就给二位去取。可要你们这儿最好的酒。哦，得嘞。走。要尽快查出库军被杀之事。另外，立刻派人去联络格勒可汗。是，属下这就去办。珍珠。东郎，你出去干什么去了？本王不是让你不要随意乱跑吗？现在苦军刚刚被杀，京城郡内可能还流窜着不少贼匪，很不安全的。红蕊呢？红蕊怎么没跟着你？红蕊刚刚陪我一起去酒肆买酒了，一会儿就回来。东郎放心吧，不会有事的。我看东郎一路到京城郡都这么紧张，我怎么觉得京城郡的事没那么简单啊？东郎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能瞒着你什么事？不就是个案子吗？既然你这么好奇，干脆就跟着本王，帮本王一起查案好了。我去帮东郎查案。不过，你得给本王换一身打扮。殿下请。这里就是库军被杀的现场，屋中的财物似乎被洗劫过，所以官府才断定此案乃流寇劫财所为。不对啊，屋里虽然看似到处被窃贼翻乱，但是这些角落里却整整齐齐的。如果真是流寇盗贼劫财，又怎会放过任何一个角落呢？看来凶手是故意制造谋财害命的假象，所以才会忽略不显眼的位置。耳环，会不会是和一个女人有关呢？库军大人确实生性风流，听说最近几个月新与一名女子勾搭上，只是藏得隐秘，所以周围人都不知道那女人是谁。这么说来，库军是来此处幽会情人的，结果被他的情人所杀害。恐怕一个女子还做不到。看这里打斗留下的痕迹，凶手必然只能是一个孔武有力的壮汉。2个男人和1个女人，会不会是情杀？库军和那名女子在此幽会，却被那女子的正牌情郎所发现，恼羞成怒之下，杀死了库军。为了掩人耳目，又故意将这里弄成被流寇洗劫的样子。殿下，如果我们能查出那个女子的真实身份，或许就可以顺藤摸瓜，抓住凶手了。既然眼下已经有了线索，那就赶紧去查吧，一定要把凶手给本王揪出来。是，殿下。这香味儿，
好特别的香味儿啊！我想起来了，大概是10几天前，老板娘啊一大早就出门去了，也不知道去了哪里，到现在她也没回来。哎呀，只盼不要出什么事儿才好。也是10几天前啊，看来时间上是吻合了。对了，老伯啊，你们店里有一股很特别的香气，是什么呀？哦，这个啊是花香，我们老板娘啊特别喜欢，每次出门总会带些回来，放在店里面。久而久之，店里也就有了这个花香了。是什么花？哦，你们等等啊。就是这个。这种花好像不常见吧？这种花啊，我们这一带也只有后山的山谷里才有。后山啊？你们老板娘为何要去毫无人烟的后山呢？这老朽就不知道了。而且老板娘总是一个人去，我们当伙计的也不好问吧。没错，就是这种花，和酒肆里的花一模一样。这酒肆老板娘一定就在附近。殿下，属下在来的路上发现了2座镇墓兽。有镇墓兽的地方就一定有古墓。走，我们去看看。是。果然是个古墓。她就是我们要找的人。你就是那酒肆的老板娘，阿奇娜。是你和同谋一起杀死了库君，然后畏罪潜逃。我没有什么同谋，库君是我一个人杀的。还敢胡说！倒是交代你的同谋藏在哪，本王还能饶你一命。可笑！我都已经认罪，要杀要剐，随你们便。风声音，把他给我押下去，严刑拷问。是。陈州，微臣在。这个阿奇娜就交给你了，加紧审问，一定要给本王找出凶手的下落。是殿下，微臣定当竭尽全力。本王安排库君故意接近阿奇娜，就是为了引出东泽部。但谁想到东泽部一出现，便杀死了库君，还害得我们差点丢了阿奇娜这条线索。不过，我们至少确定了，东泽部就在阿奇娜身边，没有离开金城郡。殿下不必太着急，只要有阿奇娜在，我看那东泽部迟早会按耐不住，再次现身。大哥，你有所不知，我必须尽快抓到东泽部，用他手上的证据去扳倒杨国忠。出了什么事？杨国忠诬陷沈一之私通吐蕃，意欲谋反。如果现在不扳倒杨国忠，那沈一之这莫须有的罪名一旦被坐实，沈家一门都会成为戴罪之身。
即便死了也不能免罪。而沈一之也将受到掘坟鞭尸之刑。殿下，珍珠，我绝对不允许父亲的名声被玷污，我一定要和你一起抓住东泽部。我原本不想告诉你这些事情，怕你难过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杨国忠得逞。这个东泽部狡猾的像只狐狸，想抓住他没那么容易。既然他舍不下阿奇娜，不如咱们就顺水推舟，假意押阿奇娜回京，中途故意放松戒备，引东泽部出来。这次还要有劳大哥在暗中保护。东泽部一旦出现，便马上将他拿下。好。但是为了以防万一，囚车里坐着的不能是真的阿奇娜。没错，东泽部对于阿奇娜何等的熟悉，想要骗过她，根本没那么容易。让我来，我和阿奇娜的身形最相似，之前在酒肆还被伙计认错过，让我来假扮阿奇娜是最合适不过的了。不行，本王还犯不着让自己的女人去冒险。殿下，我只需要将东泽部引出来。有大哥的人暗中保护，说不定不等东泽部靠近，我们就可以把他抓住。我不会有事的。万万不可！你毕竟是皇族内眷，这么做实在是太冒险了。小姐，红蕊可以带小姐去假扮阿奇娜。小姐身份尊贵，可红蕊不同。红蕊这条命本来就是沈家给的。不行，东泽部现在已如惊弓之鸟，形势是何其的谨慎，机会恐怕只有一死。要是我们打草惊蛇，失去了这个最关键的人证，别说沈家了，到时候就算是殿下，也许也会被牵连。倾巢之下，又何来我的容身之所？更别说什么尊贵了。不必再说了。红蕊会一些武艺，遇到意外的时候，至少可以自保，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。殿下，本王的命令你也想违抗吗？这件事就这么定了，不用在意了。红蕊姑娘，得罪了。殿下，格勒可汗的人马也已经安排好了。传本王命令，各将士必须谨慎行事，路上不得出现半点纰漏，否则军法处置。是。出发。
已按计划安排妥当，只安排了6名士兵在囚车旁。好了，知道了。是。等等，囚车内的是珍珠，务必保证她的安全。是。风声一，殿下，有什么情况吗？还没有。兄弟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来，喝点水。渴死我了。好，辛苦了，兄弟。我还是决定不能让珍珠冒这个险，让他们都撤了。崔哥，阿强，快走！快和大哥会合！快上马！撤！站住！玉，把东泽部给我拿下！假的，给我斩了！小心点儿。这边。阿奇娜，你没事吧？你是什么人？想不到将军也是一个痴情之人。唐人果然狡诈。你要是杀了我，恐怕你这一辈子都见不到阿奇娜了。你敢威胁我？我乃广平王妃，你要是杀了广平王的女人，那广平王还会留下你的女人吗？你若真是广平王妃，他怎么会让你亲自冒险？殿下自然是不愿意的，但我甘愿为他涉险，就像阿奇娜对你一样。但是阿奇娜真的看错人了，将军明明有救阿奇娜的机会，却视而不见，因为你害怕，你怕受牢狱之灾，怕受刑讯之苦。你怕有人会杀你灭口。将军口口声声说爱阿奇娜，可是在我看来，将军对阿奇娜的情谊，却还不如她一个女子决绝。阿奇娜为了你颠沛流离，跟着你东躲西藏，她为了你抛弃了一切，受尽苦楚，甚至还因为你成为戴罪之身。如今他是因为你而被抓，却咬牙不肯供出你的所在。他宁愿独自赴死，也要保你周全。可是将军你呢？撤！大哥，怎么样？我们中计了，都怪我一时大意。眼下最重要的，就是珍珠的安全了。珍珠？殿下，珍珠，殿下，珍珠，你没事吧？把东泽部给我拿下！乌颜大哥，等等。殿下，东泽部已经答应在陛下面前指证杨国忠。等着。广平王殿下，今日东泽部所为，并非是为了针对殿下，而是为了阿奇娜。殿下真该好好谢谢你的孺人，若非是他，今日东泽部一定和殿下鱼死网破。殿下，我答应东泽部让他见阿奇娜一面，在指证杨国忠之后，
还阿奇娜自由之身，让她安稳度日。这没什么难的。多谢广平王殿下。阿奇娜，阿奇娜，东泽部，阿奇娜，东泽部，阿奇娜，你怎么也进来了？是被他们抓进来的吗？是不是？是我自己进来的。为什么？我答应他们上京执政杨国忠，他们就会放你回家去的。他们会放你回家。不可以，唐人没一个好东西，你不要相信他们。你快走，你快走，阿奇娜，不要管我。阿奇娜，我已经欠你太多，这次无论如何，我都要把你救出去，我要让你过安宁的日子，阿奇娜。你等我，你等我，阿奇娜。我等你，我相信你。东泽部一事，从头到尾都是我在私自调查，我怕会引起皇爷爷对东宫的猜疑，所以才将此事全权委托给了大哥。你带人在暗中保护，以防途中有乱。是。另外，立刻修书御史中丞卢毅，让他准备上书弹劾杨国忠，必要的时候，让他把风声透给陈锡联。是。殿下，卢毅是什么人啊？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为什么放心交给他去办呢？不必担心，这卢毅乃是母亲一门的远房姻亲，且为人刚正，有他在朝中斡旋这件事，本王再放心不过了。殿下的心思如此缜密，刚刚见殿下跟风声一一交代部署，我竟一时错愕了。怎么，是不是更加崇敬本王了？殿下倒是来得自信。我原本以为库君一事真的只是一起情杀案，没想到他根本就是殿下设下的局。殿下的心机藏得这么深，好叫人不安呢。我不是故意要隐瞒你的，我只是不想让你担心。那不知殿下是否还对我隐藏了什么秘密呢？本王告诉你，你眼前看到的，已经是一个完全透明、毫无隐藏的李处了。你对云南独孤家的事知道多少？那上次殿下为什么突然问我云南独孤家的事？没什么，我只是听说沈家和独孤家有一些渊源，所以我猜测沈家的事情或许跟独孤家有关。上次殿下说沈家被害，就是因为有人要找一样跟云南独孤家有关的东西。那殿下知道这东西是什么吗？我也还在查呢。你是不是想起来了什么？你不知道那么多也是对的，这件事情就交给我来处理吧。